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南阳往事》故事解说。男人死死按住陆凯的手臂，语气满是懊悔与不甘。他坦言，如果早知道一封信会让陆凯执意辞去西伯利亚训练营总教官的职位，自己当初绝不会把信交到他手上。面对长官的质问，陆凯态度坚定，满心歉意却毫无动摇，早已下定决心离开。长官回忆起两人的过往，8年前，他将容貌被毁、身负重伤的陆凯带回训练营。陆凯天资过人，刻苦坚毅，最终以第1名的成绩顺利结业，随后留校担任教官。3年后，他立刻全体资深教官，成为西伯利亚训练营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教官，手握顶尖权势与荣誉，是无数学员仰望的存在。即便坐拥至高地位，陆凯依旧去意已决。他再次向长官致歉，坦言自己有非做不可的事，也有必须亲手了结的血海深仇。长官深知无法挽留，最终选择妥协，告知陆凯，总教官的职位会一直为他保留，等候他归来。陆凯郑重道谢，心中执念分毫未减。随后，陆凯道出多年的疑惑：当年长官早已为他安排顶尖整容手术，足以修复脸上所有伤痕，可他多年来始终佩戴面具，从未摘下。面对疑问，陆凯淡然回应：修复后的面容太过陌生，早已不属于自己，他早已习惯了戴面具生活。镜头切换至南阳黑道饭局，场内气氛喧闹嘈杂，一众江湖小弟围着牙哥敬酒恭维。席间有人提及，安和会大嫂黎春放出3000万天价暗花，还许诺堂主之位，只求取牙哥性命，了却老舵主的心愿。牙哥本名瘸牙仔，是南阳黑道排名前10的双花红棍，实力横强。听闻此事，他满脸不屑，态度张狂，嘲讽安和会徒有虚名，接连折损多名红棍，却连自己一根手指都伤不到，所有报复举动都只是白费力气。身旁小弟纷纷附和吹捧，尽显谄媚。一旁观望的山鸡手下满心不甘，不解众人为何只能坐视瘸牙仔嚣张跋扈，肆意横行。山鸡连忙制止手下的冲动，低声叮嘱众人切勿鲁莽。他告知众人，瘸牙仔实力顶尖，手段狠厉，贸然出手只会自寻死路。众人当下的任务便是悄悄盯住对方，等候坤爷前来出手，之后便可领赏收场。手下依旧满心不服，低声吐槽：瘸牙仔未叛变前是安和会第1红棍，实力远超常人，此番等候未必能等来坤爷立功，大概率只会等来坤爷落败的噩耗。这番丧气话瞬间惹怒山鸡，现场气氛陡然紧张。就在争执之际，一道熟悉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来人想要拼桌落座。山鸡转头一看，认出是许久未见的故人小月，又惊又喜，连忙询问他的近况与来意。小月压低声音，告知自己一直在躲避仇家，叮嘱山鸡切勿声张，以免引来祸端。山鸡当即向身边所有兄弟介绍小月，称两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至亲好友，吩咐众人日后见到小月必须恭敬相待。一众小弟纷纷应声问好，态度谦卑恭敬。随后山鸡主动邀约小月跟随自己立足南阳，承诺会护他周全，让他在此地安稳立足，无人敢欺。小月顾虑当下局势混乱，危机四伏，请求山鸡先带自己离开，等他处理完手头事务，再设宴为自己接风洗尘。山鸡爽快应允，小月顺势表态，愿做他的小弟，追随左右。山鸡笑着制止，让他私下无需这般拘谨客套。众人气氛刚缓和，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怒斥，一名老者快步上前，厉声呵斥天牙仔，也就是瘸牙仔，骂他欺师灭祖，叛帮通敌，勒令他立刻上前领死。面对恩师的斥责，瘸牙仔满脸轻蔑，毫无半分敬畏与愧疚。瘸牙仔出言嘲讽老者年迈老朽，早已不复当年安和双花红棍的荣光，本该安享晚年，却执意前来送死，纯属不自量力。一旁观战的生哥连忙安抚身边躁动的众人，让大家稍安勿躁，静观其变，不必急于出手。有人心急如焚，催促生哥尽快行动，以免错失时机，无法收场。话音未落，激烈打斗骤然爆发。瘸牙仔身手凌厉，攻势迅猛，几招之间便占据绝对上风，当场重创对手。围观的小弟们纷纷欢呼喝彩，盛赞瘸牙仔实力强悍，威名不虚。众人感慨，此番交手过后，安和坐馆重伤濒死，定海神针鬼手坤落败而归，如今的安和会已然成了整个南阳黑道的笑柄。落败一方满心愤懑，嘲讽安和会人才凋零，如今只能依靠年迈老将撑场面，早已彻底没落。有人察觉局势不妙，提醒众人尚未暴露踪迹，应当趁机迅速撤离。就在众人准备抽身离去时，生哥突然开口打破沉寂。他坦然告知众人，自己早已接下黎春的3000万暗花，目标正是斩杀瘸牙仔。身边众人满脸震惊，纷纷出声劝阻，提醒他瘸牙仔是安和顶尖战力，绝非一羽之辈，万万不可冲动行事。
申哥从容道出瘸鸭仔的全部底细，其本名尹国牙，曾任安和坐馆陈龙贴身保镖，是安和有史以来最强的双花红棍，战力冠绝南洋黑道。对方众人见申哥对瘸鸭仔底细了如指掌，却依旧敢接下暗花，心中满是诧异。紧接着，申哥自报身份，称自己是山鸡哥手下小弟阿生，今日如约前来取瘸鸭仔性命。对面众人听闻阿生名号，全都满脸不屑，一无所知，仅有一人记得他只是安和一名普通堂主手下的无名小辈，根本不值一提。瘸鸭仔得知前来寻仇的只是个底层小弟，瞬间勃然大怒，出言辱骂阿生不自量力，不知死活，扬言要将他打到跪地求饶，彻底废去一身本事。山鸡满心担忧，轻声询问阿生是否做好万全准备，提醒他一旦出手，便再无回头之路。阿生眼神坚毅，神色肃穆，缓缓道出自己的过往执念。8年前，黑恶势力将杜家满门灭门，血海深仇刻骨铭心。从那天起，他便再无退路，立誓要凭手中利刃，肃清所有仇敌，荡尽世间黑暗。小月贴心叮嘱阿生，切勿在打斗中弄脏新买的西装，随后按照阿生的吩咐开始倒数计时。从10数到1的短短片刻里，阿生出手干脆，招招致命，动作迅猛利落，仅用10秒便彻底斩杀战力强悍的瘸鸭仔，震惊全场。围观众人满脸震惊，连连惊叹阿生身手惊人，实力恐怖。山鸡的手下更是感慨，自家大哥新收的这位小弟战力远超常人，深不可测。画面切换至安和会总堂，场内气氛凝重压抑。坤爷出战瘸鸭仔已过去10天，身受重伤的他全凭一口心气强撑不倒。一名堂主看着僵持局面，心生焦躁，提议直接给重伤垂危的坐馆一个痛快，终结这场煎熬。身边众人连忙劝阻，直言此举会背负是杀龙头的重罪，彻底毁掉自身名声与江湖地位。所有堂主一致认为，瘸鸭仔这名叛徒一日不除，安和会便一日抬不起头，永远会被南洋黑道肆意嘲讽。一众堂主纷纷向大嫂黎春施压。目前安和已折损3名精锐红棍，叛徒瘸鸭仔却依旧在一连逍遥自在。众人恳请黎春尽快定夺，有人直接提议倾尽社团全力与一连全面开战，一决雌雄。社团元老老赵连忙出声劝阻，提及8年前安、义、恒3大社团本出同源，根基相连，劝众人看在旧情就此作罢。同时他坦言，如今安和势力衰弱，贸然开战只会得不偿失。这番说辞引发众人不满，有人当场质疑老赵收受一连好处，刻意偏袒外敌，扰乱军心。众人争执不休，各执一词，最终全部安静下来，等候黎春定夺大局。黎春冷静分析当下局势，如今社团内部人心动荡，恒星社团在外虎视眈眈，伺机吞并，此刻与一连开战极不理智，弊大于利。为稳住局势，根除隐患，黎春告知众人，自己早已请出退休的顶尖双花红棍坤叔出山平乱。众人听闻坤叔出山，瞬间信心倍增，认为拿下瘸鸭仔稳操胜券。但也有人心存顾虑，坤叔年事已高，体能衰退，与正值巅峰的瘸鸭仔交手，胜负依旧难料。众人议论之际，恒星堂主刀疤里突然带人登门挑衅，打破总堂沉寂。刀疤里态度张狂，嘲讽安和舵主重伤濒死，连自家叛徒都无力制服，根本不配位列南洋3大社团。安和众人立刻反驳，声称坤爷已然出手，很快便能捉拿瘸鸭仔归案。话音刚落，手下匆匆来报，带来坤爷出战失利，身受重伤的噩耗，全场气氛瞬间跌至冰点。刀疤里趁机抛出合作条件，以恒星出手帮安和除掉瘸鸭仔为筹码，要求安和彻底退出黑道交易市场，此后由恒星全权庇护，掌控安和。安和内部瞬间分裂，部分堂主认为条件可行，北城地盘难以固守，不如顺势让出，联手恒星便可无惧一连。另一部分堂主坚决反对，直言恒星野心勃勃，此前就曾趁安和与一连缠斗之际蚕食地盘，一旦让出油水最足的北城，不出数年，安和必会被恒星彻底吞并，不复存在。众人争执不休，黎春出声制止。刀疤里见状，抛出更诱人的条件，转达恒星坐馆心意，直言不嫌弃黎春年轻守寡，只要他归顺恒星，依旧能保留大嫂尊位，执掌内事。这番刻意挑衅彻底激怒黎春，他当众表明态度，安和与一连的恩怨自有解法，无需外人插手。同时怒斥刀疤里越界挑衅，肆意挑事，当即下令将其就地拿下，逼迫恒星坐馆亲自前来赎人。刀疤里毫无惧色，放声大笑，坦言自己敢孤身闯入龙潭虎穴，早已做好万全准备。话音落下，恒星新晋双花红棍王虎缓缓走出，此人号称西伯利亚之虎，是恒星坐馆重金从西伯利亚特训营请来的顶尖高手。该训练营堪称高手修罗场，100人入营，
最终存活结业者不足3人，战力极为恐怖。刀疤里当众吹嘘，安和普通红棍在王虎手中撑不过3秒，即便是顶尖双花红棍，也只能跪地求饶。在场众人听闻训练营威名，纷纷心生忌惮，知晓王虎实力深不可测。刀疤里再度劝说黎春归顺恒星，嘲讽安和早已外强中干，不堪一击。就在安和众人束手无策之际，门外传来通报，山鸡成功押送叛徒瘸鸭仔归来，即将执行3刀6洞酷刑。全场众人满脸震惊，无人相信连多名精锐红棍都无法制服的瘸鸭仔会被轻松拿下。山鸡上前向黎春复命，坦言坤爷交战重伤，已送往医院救治，真正生擒斩杀瘸鸭仔的是自己新收的小弟阿生。随后他将阿生引荐给众位堂主，说明是阿生接下3000万暗花，凭一己之力解决了叛徒。阿生上前礼貌行礼，旁白缓缓介绍两人底细。黎春外表温婉柔弱，实则心思缜密，精于算计。安和能稳居南洋3大社团，他居功至伟。刀疤里本名李成虎，是恒星坐馆王彪的左膀右臂，专司各类阴私狠辣之事。8年前杜家灭门惨案，王彪主导行凶，刀疤里便是核心打手。阿生的双眼正是被他所伤。一众堂主依旧满心质疑，无法相信一个无名新人能胜过众多老牌红棍，纷纷猜测阿生只是捡漏取胜，徒有虚名。山鸡见状，当场回队，让心存质疑者亲自上前试探阿生实力。一名堂主心生不悦，出言挑衅，身边众人连忙打圆场，劝说对方不必与新人计较。有人随即提起江湖规矩，底层立功，上层论赏。此前黎春早已许诺，拿下瘸鸭仔者可获3000万赏金与安和堂话事人之位。众人顺势恭贺山鸡升任安和堂话事人，新晋红棍，执掌一堂事务，择日开设香堂大典。黎春应允，并赐下山鸡座位。山鸡郑重道谢，承诺绝不辜负信任。封赏结束，众人准备对瘸鸭仔执行酷刑。阿生突然出声制止，当众揭露整件事的幕后真相。恒星一直图谋吞并安和与一连，刀疤里暗中重金收买瘸鸭仔，以其家人性命威逼利诱，让他背叛安和，刺杀坐馆，再假意投奔一连，挑起2大社团厮杀，让恒星坐收渔利，一统南洋黑道。真相大白，瘸鸭仔满心悔恨，痛哭认错，坦言自己是被逼无奈，为保全家人只能背叛社团。事已至此，他自知罪孽深重，百口莫辩，坦然接受死刑，只求众人速速动手。酷刑执行完毕，安和前任舵主重伤不治，含恨离世。众人跪地痛哭，恭送舵主。刀疤里见状肆意嘲讽，公然违背2社相争不斩龙头的100年江湖规矩，嚣张放话，如今自己拳头就是规矩，在场无人能与之抗衡。一名安和堂主忍不住怒斥王虎徒有虚名，唬人而已。王虎不再隐忍，瞬间出手，仅一招便将这名堂主重创倒地。刀疤里再度嘲讽安和无人可用，尽是废物，厉声质问还有谁敢上前应战。局势危急之际，身受重伤的坤叔强撑伤势起身，他安抚身边担忧的晚辈，直言自己性命无忧。坤叔坦言，安和是自己一生的归宿，如今社团受辱，弟兄受难，自己绝不能坐视不理，今日就算拼上老命，也要护住安和周全，守住社团尊严。为全力应战，坤叔让人给自己注射强效药剂，不顾重伤在身，强行爆发战力，与王虎展开激烈缠斗。在场安和弟兄纷纷高声呐喊，为坤叔助威打气。奈何坤叔年迈重伤，体力透支，最终不敌政治巅峰的王虎，惨烈落败。刀疤里一行人肆意嘲讽坤叔不自量力，白费力气，彻底击溃了安和众人的底气。随后刀疤里再度逼迫黎春归顺恒星，出任恒星大嫂，否则便踏平安和，赶尽杀绝。安和众人人心惶惶，有人劝黎春暂且妥协，安葬舵主，也有人坚决反对，直言幕后真凶未除，舵主难以瞑目。黎春当机立断，当众立下重赏，今日但凡有人能斩杀王虎，拿下刀疤里，为舵主与坤叔报仇，便可继承安和坐馆之位，自己也愿与其结为夫妻，成为龙头夫人，共掌安和，割据南洋半壁黑道。重赏之下，依旧无人敢出战。众人深知王虎实力强横，贸然上前只会白白送命。有人暗自感慨自身实力不足，也有人嘲讽旁人只会空谈画饼，不敢实干。王虎见无人敢应战，愈发嚣张，挑衅众人全员上阵，省得自己逐个出手。一名手下当众扰乱军心，劝说黎春妥协保命。黎春厉声呵斥，直言大敌当前，谁敢扰乱军心，一律当场处决。此时有人向黎春举荐沉默观战的阿生，称其临危不乱，神色沉稳，定然有十足把握击败王虎。黎春当即看向阿生，坦言不知晓他的真实来历与目的，只要他愿意出手退敌，自己所有承诺全部作数，
即便让他直接出任安和坐馆，也心甘情愿。阿生淡然表态，自己对权势毫无兴趣，出手相助只有一个简单条件，为王虎此前扇给山鸡的那一巴掌讨回公道。众人满脸诧异，没想到阿生出手的条件如此纯粹。赵堂主连忙上前勒令王虎道歉认错，王虎满心傲慢，全然不屑，根本不将阿生放在眼里。阿生不再废话，直接出手一击制敌，瞬间震慑全场，稳住了混乱的局势。随后，阿生从容道出王虎的全部隐秘底细，精准说出他的训练营编号、入营存活概率、惯用格斗招式，以及他入营前只是街头混混的过往。王虎满脸震惊，难以置信自己的私密信息会被一个陌生人尽数掌握。面对王虎的质问，阿生直接戳穿他的最大秘密。当年王虎能在100人训练营中存活结业，并非实力过硬，而是暗中花钱买通教官，投机取巧。秘密被当众揭穿，王虎恼羞成怒，全力猛攻阿生，却被阿生轻松拆解所有招式，稳稳压制，最终彻底落败，无力再战。阿生居高临下，淡然告知王虎真相：当年将他与受贿教官一同开除出西伯利亚训练营的人，正是自己。身为昔日训练营总教官，阿生恪守底线，不杀无辜，最终放王虎一条生路，但严正警告他，永远不得再踏入南洋地界，否则绝不轻饶。王虎侥幸保命，连忙跪地谢恩，仓皇逃离。全场瞬间沸腾，山鸡手下纷纷欢呼喝彩，盛赞阿生实力强悍，气场十足。山鸡连忙示意众人低调沉稳。随后众人商议处置刀疤里，刀疤里出言威胁，称动他便是与恒星全面开战，安和无力承担后果。一众堂主纷纷劝说黎春三思，担心引发2大社团死战。众人争执不下之际，山鸡主动出手处置刀疤里，彻底了结这场恩怨，平息纷争。风波彻底落幕，黎春当众论功行赏，宣布阿生与山鸡为平乱首功，待舵主葬礼结束后再行重赏，随后遣散众人。散场后，黎春单独留下阿生，让他事后前来私下见自己。阿生如约赴约，黎春言语试探，调侃他无需刻意拘谨疏远。阿生心存顾虑，直言舵主新丧，两人私下独处惹人非议，不合时宜。黎春直接点破自己早已察觉阿生身份隐秘，绝非普通人，质问他潜伏加入安和的真实目的。阿生坦然回应，自己加入安和只为帮扶山鸡，当年山鸡对他有救命之恩，山鸡一心想出人头地，他身为兄弟，自然全力成全。黎春显然并不相信这套说辞，心中依旧对阿生充满戒备，暗藏试探。离开居所后，小月连忙提醒阿生，黎春心思深沉，城府极重，并未真正相信他的说辞，后续必然会层层试探，让他务必谨慎应对。阿生坦言，自己的计划便是扶持山鸡上位，搅动南洋黑道局势，借机追查当年灭门真相，寻找复仇契机。小月担忧，这般利用真心相待的山鸡太过不公。阿生郑重承诺，无论局势如何演变，都会保全山鸡全身而退，绝不会让他深陷黑道漩涡，沦为牺牲品。随后，小月为阿生引荐方队长，坦言多年来多亏方队长暗中帮扶，自己才能在南洋安稳立足，躲避仇家。阿生与方队长礼貌寒暄，方队长感慨阿生眉眼气质与他的父亲极为相似。阿生笑着解释，自己早已做过整容手术，容貌早已更改。方队长随即告知阿生核心任务与局势真相，警方多年来掌握大量黑帮罪证，却始终不足以将3大社团连根拔起，定罪伏法。当年阿生的父亲手中握有一份能彻底覆灭3大黑帮的关键铁证，根据警方线索，这份铁证如今藏匿于安和会高层手中，这也是阿生潜伏入会的核心原因。方队长再三叮嘱，安和看似衰败，实则错综复杂，暗流涌动，尤其是黎春，手段狠厉，心思缜密，一旦暴露身份，必死无疑。同时，警方因阿生身份敏感，仅能提供有限情报支持。阿生了然于心，真诚道谢。与此同时，安和忠义堂内，一众元老齐聚质问黎春，众人满心不满，指责黎春擅自做主，将社团地盘分给新晋堂主山鸡，还许诺外人可竞争坐馆之位，全然无视一众元老的权威。黎春从容据理力争，表明阿生、山鸡立下旷世奇功，铲除叛徒，击退强敌，按照江湖规矩，底层立功，上层论赏，分封地盘，晋升职位，合情合理。元老们依旧不依不饶，认为山鸡是外来新人，资历浅薄，无权执掌社团地盘，竞争最高权位，还就是重提搬出昔日杜开事件质疑黎春识人不明。黎春当场反驳，直言当年安义恒社团分裂，根源并不在杜开，另有隐情。元老们不愿听其辩解，强行打断，恶意揣测阿生是黎春私下豢养的亲信，嘲讽黎春在舵主尸骨未寒之际私会外人，不顾体面。一众元老倚老卖老，
强行要求黎春退居幕后，交由自己的儿子接管社团事务，还指责黎春治理不力，导致安和日渐衰败。黎春不再退让，心中已然下定决心立威整肃内乱。山鸡见状，主动挺身而出，为黎春解围。他当众怒斥一众元老懦弱双标，外敌压境，社团受难时全员畏缩避战，装聋作哑。风波平息后，只会对内仗势欺人，窝里横，毫无元老担当。元老们勃然大怒，斥责山鸡只是区区底层4、9载，无权顶撞元老，妄议内务，当即下令众人将山鸡拿下治罪。山鸡毫无惧色，气场全开，阿生默默站在他身后撑腰，在场无人敢贸然动手。山鸡继续直言，众位元老手中的地盘与权势，都是历代弟兄浴血拼杀换来，并非理所应当。如今贸然分给新人，只会让浴血奋战的弟兄心寒，引发社团内乱。一名堂主随即附和，坦言当下社团地盘本就折损严重，根本无地可分，黎春的决策确实不妥。为彻底平息争端，堵住悠悠众口，山鸡主动立下军令状。众人提及北城赌场是南阳油水最足、局势最复杂的地界，后台强硬，无人敢轻易涉足。恒兴、安和多年都无力掌控。山鸡当众许诺，3日之内拿下北城所有场子，掌控当地话语权。如若失败，甘愿提头来见，以此谢罪。随后，山鸡带人前往北城赌场，手下向他介绍，赌场老板便是北城话事人，背景深厚，人脉强硬，这也是2大社团多年不敢涉足此地，收取刑水的核心原因。北城赌场有专属规矩，想要拿下此地刑水权，必须与老板连赌3局，以胜负定输赢，定归属。山鸡知晓规则后毫无惧色，气场全开，让人传唤赌场老板现身，直言从今往后，北城所有场子尽数由自己罩着。赌场老板钱某人现身之后态度傲慢，坚持按规矩办事，凭实力定输赢。钱某人定下赌局赌注，若是山鸡一方取胜，可分的北城场子2成刑水收益；若是落败，便要留下性命，葬身此地。山鸡毫不退缩，气场嚣张，直言今日必定拿下北城地盘，无惧任何赌局挑战。双方随即对峙，准备开启3局赌局对决。